昨天買的1歐的可頌，覺得其實感覺法國這邊物價還挺便宜的，可能是南法吧。位於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，這裡氣候溫和，土地肥沃，以世界頂級的葡萄酒產區聞名。城市特別建了一座葡萄酒博物館，供遊客參觀。同時，這裡也是一座融合了18世紀古典優雅與現代氣息的法式港口城市。建築外觀柔和典雅，被認為是歐洲保存最完整、規模最大的古典城市景觀之一。當然，也可以悠閒地逛逛歐洲最長的步行購物街，或是前往河岸附近的傳統市場，品嘗美味的海鮮和當地的葡萄酒，體驗獨特的南法風情。终于出門了，現在準備去他們當地應該最有名的那個葡萄酒博物館。現在10點鐘，天氣還是不太好，有點陰，應該還是要坐這個路面電車過去。現在，這就過去了嗎？紅燈啊，估計要轉車。昨天買了那個24小時的票，所以應該還可以用。Hôtel de ville, correspondance tram A, B et F。匆忙上車，結果坐反了，明顯朝反方向走了。坐反了，還好這是一日無限乘車的，沒關係，再換到對面去好了。這個方向才是對的。這還有一站叫紐約。前面那個建築應該看到了，就是他們的紅酒博物館。其實看了一下，如果是住在市中心的話，周邊那些區域步行其實都可以逛到的。但是唯一就這個地方稍微有點遠，大概離市中心4公里吧。如果不坐車的話就比較麻煩。然後這個設計算什麼？好像據說是像一個紅酒瓶蓋、瓶塞吧的造型。Inside here? Security control open. This way? 進門要先安檢一下，看一下包。裡面人還是挺多的。一張票27歐，2杯酒啊，2杯酒是27，一杯酒是23，23歐帶1杯酒的品酒。剛剛工作人員說，先去2樓看展覽，然後再往上走，一路到8樓，應該是品酒的地方。可以先領這個導覽機，在這邊刷一下，然後就可以了。整個博物館的核心是常設展覽區，分布在多層空間中，通過超過20個主題展廳，以多媒體互動、虛擬影像、氣味裝置與觸控體驗等方式，系統介紹葡萄酒從古代到現代全球產業的發展歷程，同時涵蓋了種植、釀造、品鑑方法以及不同國家的葡萄酒文化的差異。這裡不再是傳統的只是觀看了解的博物館，而是可以通過語音、音樂、影像，甚至是氣味，在沉浸式的環境中體驗葡萄酒本身，以及葡萄酒與音樂、藝術、宗教，甚至是航海貿易之間的聯繫。哇，這鉛筆屑的味道。
哇，好明显的铅筆蟹的味道，好久沒聞到這個味道了。柑橘、檸檬柑橘的味道，就讓你真的是五官感受啊，除了視覺、聽覺以外，還有觸覺、嗅覺，都讓你感受一下。哇，這真的是皮革的那種老舊皮革的味道，有點衝這個東西。哇，這個就舒服很多。哇，很好聞的花香，整個設置的這種互動性啊非常好，而且不累，很多地方都有座位讓你可以坐着休息，邊看邊休息。来自西班牙，混合着皮革、黑胡椒和烟草的力量。明天就去西班牙了，看来是应该要去我該去的地方。我覺得他們這個博物館展覽啊做得非常好。首先，它這個聲光影結合得很棒。博物館我覺得一方面要傳播知識，一方面美感還是很重要的，讓人很賞心悅目。第二點，它就是互動做得特別好。讓你不斷的會參與其中，讓你想去了解。你是掃這個機器的過程，就是想要去了解，然後還有聞這種味道啊，然後包括你的這個葡萄酒性格的測試，互動性做得特別好。另外呢，就是舒服。博物館其實逛起來真挺累的，所以它很多的有那種很好的位置坐着讓你看，所以不會覺得特別累，這一點很重要，我覺得。到8樓這邊領一杯紅酒。It's a white wine. It's a white wine. Okay. But it's sweet, that's why it is yellow. Okay. Thank you. 真的挺甜的，這個白葡萄酒，蠻好喝的。然後呢，也可以到這個室外來看看他們波爾多城市的風景。看起來博物館對面這裡好像有一片市場，感覺字兒不太認識，但是看見很多人在這邊吃飯，順便在這吃個午餐吧。真的有點像哥本哈根的那個海鮮市場哦，這裡面就多很多了，很多選擇。法國的麵包甜點也真的是很厲害。三文魚的漢堡，啊，這個甜點就是波爾多他們當地特別有名的一個甜點，叫什麼名字我有點忘了。來了，這個就像是之前在丹麥吃的那個 Open Savage。這邊是一些油炸的，這看起來也不錯啊，也挺好吃的樣子。這個看起來應該是烤肉吧，點了一個烤肉，然後底下是薯條，一個剛查了一下，這個叫可露麗，外表焦香，內心柔軟的一個甜點，波爾多代表性的一個甜點。然後呢，來了一杯可樂，一共18.5歐。這應該是牛排吧，牛肋排吧，肉還挺嫩的，外面那個醬真的是非常酸。這家還蠻受歡迎的，人特別多。我覺得他們家應該是主打烤肉的，所以這個肉真的不錯。但是這個醬啊，對我來說真的是太酸了，我不太喜歡酸的，比較酸的東西。今天應該是週末吧，很多人，非常熱鬧。吃完飯也可以順着這河走一走，
散散步，就在那个红酒博物馆的旁边，它也是沿河的。其实一直走的话就可以走到市中心了，但是好像还是有点远的。不太确定他们桥上这个4个高高的柱子是什么东西，里面看起来也没什么，就是楼梯，单纯的展望台吧。专门在桥上建的一个展望台吗？还是有其他的作用？不太確定。河岸的空間還是相當大的，很多人會到這邊來散步，也有一些人在這跑步、騎車，確實挺舒服的一片環境。哦，嘉年華已經開始了，我還以為是開始在佈置呢，現在已經運行了。那很適合市民休閒的地方。然後前面這裡有一個叫什麼世界最大的水鏡廣場啊，它是地面上有薄薄的一層水，然後呢就可以把建築的倒影拍進去，應該就是前面這個地方吧。我感覺水鏡廣場應該就是這地方，但是現在沒有水，是不是現在已經不放水了？現在感覺天終於稍微放晴了一點，一直是陰雲密布的天氣。這邊應該就是他們老城的中心的地區了，老建築、噴泉、鴿子以及延伸的老街，兩邊有一些餐廳啊、甜品店、咖啡店。經典川菜：芙蓉烤魚34，水煮牛肉22，重慶辣子雞19歐，水煮魚32歐，32歐，真的還是挺貴的。酸菜魚也是32歐。他們當地的這個甜點馬可麗是吧？漢堡紀念品店。這應該是我覺得整個老城區最繁華一條商業街了吧，遊客區的地方。哇酷哇酷，這什麼拉麵啊？還排隊呢，日式拉麵。這個比川菜還稍微便宜點，yakisoba炒麵14歐，丼トンカツ豬排丼豬排飯16歐，燒油拉麵、醬油拉麵13歐，這個還可以價格，沒有特別誇張。泡泡瑪特，最近幾年也是真的是挺火的。哇，你看這街道那麼多人啊，這麼熱鬧。你看後面的路黑壓壓的一片人，怎麼突然間有點這個南京路步行街的既視感。我已經好久沒在商業街上看到這麼多人了，好熱鬧啊！這條街上也是這麼多人，真的是好繁華啊！這家應該是很有名的那個賣甜品的可露麗，對，可露麗，我一直想不起來這個名字叫什麼，可露麗。等一下再來買一個。整個城市充滿了生機啊，非常的有活力，很熱鬧。
大概就晴了10分鐘吧，现在又开始乌雲密布了，開始下起雨來了。稍微回去躲一會兒雨，拿把傘，等一下再出來。這天看起來就像晚上5、6點，但其實是才2點多。竟然碰到遊行了。队伍還挺壯大的，這應該是他們的聖安德烈大教堂，一直看到2個尖頂的地方。這種就是很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築，應該是波爾多當地最著名的教堂了。旁邊的這個塔樓好像還可以上去的，不知道現在能不能上去。這個塔樓的話其實是可以爬上去的，但是剛去問了一下，他說4點鐘就已經預約滿了，所以現在臨時去的話是沒辦法再上了。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早點來啊！我現在確實有點晚了，現在已經5點了。其實我覺得這個塔10樓差不多跟我住的酒店10樓的風景應該區別不會特別大，就等於我在酒店看過了。說實話，我覺得比較可貴的就是他們沒有弄那種特別亮麗的塗裝，搞很多大幅的廣告，所以在城市當中穿梭也不會那麼的突兀。我覺得可能因為城市本來規模不大，所以就很容易會凸顯這個人流量。稍微一到週末，本地人出來，遊客再來逛一逛的話，就真的很滿眼都是人，真的很熱鬧。而且看起來感覺每一條街道都非常的熱鬧，很多的人，也有很多不錯的店。遠處那個應該就是大鐘門了，終於到了。居然還有這樣的車在城市街道裡面，跟公園一樣的。走過來之後才發現，這一區好像是中東人聚集的地方，兩邊的店啊，這些店員還有顧客，好像看起來都是中東地區移民吧，應該是。
这种菜色应该也是中东菜色。中东地区人开的这种水果蔬菜店。警察也在这儿抓紧巡逻吧。我估计这一区可能治安应该不是特別好，晚上最好不要來。法國的警察也是騎自行車的嗎？跟日本一樣。虽然我住在東京，但是我現在腦子裡頭老是浮現出來的這種日本那種小城市，你在大街上走半天都看不到一個人，白天晚上都看不到一個人那種街景，就是對比特別強烈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想不起來東京，可能我真的是去了太多小地方、小城市了，這麼熱鬧。因為是第一次來法國，也還沒有去過像巴黎那樣的大城市，所以對法國整體的旅行感受還無法全面評價。不過就波爾多而言，給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，雖然停留的2天都是陰天，少了陽光的加持，但反而讓城市多了一份沉穩且柔和的氣質。城市整體氛圍輕鬆而優雅，街道乾淨整齊，隨處可見的古典建築也很值得放慢腳步，慢慢的欣賞。尤其是沿着加龍河散步，一邊是整齊優雅的歷史建築，一邊是開闊的河岸景觀，城市與自然之間的距離恰到好處，給人一種放鬆而自在的感受。另外，像葡萄酒博物館，體驗感很好，讓人印象深刻。旅途中遇到的店員和工作人員也大多友好親切，讓旅行的體驗也變得輕鬆而愉快。如果有機會，很推薦大家可以親自來走一趟，慢慢體會這座城市的魅力。熱門的店啊，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熱門，幾乎座無虛席。這邊的這家店也是，這邊也是，可能是當地年輕人比較喜歡的店吧。波爾多的最後的晚上，在這廣場吃個晚餐吧。然後點了一個三文魚的套餐，三文魚、炸薯條、橙汁兒，還有麵包。這三文魚的味道不錯，胡椒的香味當中帶一點點甜味，我覺得還挺獨特的，蠻好吃的這個東西。下一期我將從波爾多出發，飛往西班牙著名的旅遊勝地巴塞羅那，看看高迪的建築，感受一下這座充滿藝術氣息又洋溢着自由熱情氛圍的城市。也感謝大家的觀看，祝你有一個好心情，我們下期再見。
三文魚是25歐，果汁倒挺貴的，6.5歐，所以加起來是31.5。然後他刷卡的時候，小費的選項，小哥其實還挺 nice 的人，不錯，服務的還可以，就給了5%的小費。在美國真的已經完全不行了，美國就是已經是15%起步的，很多店都是，他那還好，就50%、15%就點了一個5%，所以加起來33歐左右。所以在歐洲，小費是可給可不給的，是嗎？在歐洲居住的朋友們，大家一般是怎麼處理的？